宽仁2年，宋天禧2年，旧历10月16日夜，藤原氏的府邸中正在办一场大宴，因为藤原道长的第3个女儿微子被册立为后一条天皇的中宫，这意味着道长的3个女儿，长女张子、次女延子、三女微子，现在分别占据了太皇太后、皇太后、中宫，也就是实权皇后3个位置。一家3后被称为古今未有之繁华。藤原道长家那几年的新年聚会，想要搞清楚谁该给谁鞠躬，大概都得请个家系学顾问过来。酒过3巡，醉意微醺的道长突然对藤原实之说：“我要做一首和歌，你必须答贺。”然后他念出了那首1000年后每个日本初中生都要会背诵的和歌：“此事即无事，正如望月无盈缺，圆满无所憾。”这首歌如果单看字面，是一个人站上了权力顶端，对着满月吹牛的画面，如月满无缺也几乎成为了后世日本暗喻权力巅峰的成语。不过虽然进了中学教科书，科学的说，所有的通说还是应该有所挑战的。对于这件事的挑战主要来自3个角度。第一，就是10月16日那天其实并不是满月，这本身就显示现在的理解可能是后世人误以为旧历16应该是满月而附会的。其次，藤原道长自己的日记里并没有写这件事，虽然出自藤原实之日记，这个也应该作为极度可信证据的当事人一手史料，但是藤原实之本就经常在日记里讽刺道长，这一点削弱了他的可信度。最后就是当时日语的发音和现在完全不同，同一句也可以翻译成今夜此生快哉快哉，那就完全只是喝嗨了而已，道长本人懒得写进日记也就合理了。不过今天不是要讲这首和歌，今天要讲的是写这首歌的那个日本千年历史中天皇之下第一豪族的故事。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藤原氏起源于公元645年飞鸟时代的乙巳之变，在这场政变中，中大兄皇子和忠臣连族联手杀掉了当时的权臣苏我入禄，结束了苏我氏的时代。中大兄皇子后来即位为天智天皇，临终前把一个新的藤原姓氏赐给了连族。不过连族这个时候也已经躺在床上快要咽气了，他此后的寿命不足以撑起一个新的姓氏，所以真正把藤原这个牌子盘活的是他的次子藤原不比等。文武天皇2年，也就是698年，由藤原不比等控制的朝廷下诏，藤原这个姓氏只有不比等及其直系亲属可以使用，原忠臣氏的族人除了忠臣连族的子孙之外，都应该以忠臣朝臣为姓。此后藤原氏可参与政治，忠臣氏只允许做祭祀工作。这种操作在中国的宗法社会里基本不可想象，是不睦九族的大罪。而在飞鸟时代的日本，藤原不比等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干成，是因为他和皇室的绑定比他那些堂兄弟深得多。他的长女公子嫁给了文武天皇，生下了后来的圣武天皇，他的次女光明子又嫁给了这位外孙圣武天皇。不比等既是天皇的外祖父，又是天皇的岳父，是当时空前的和天皇家族联姻成就。而且后来光明子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位非皇族出身的皇后，打破了皇后必须出自皇族的1000年传统。不比等接下来做的第2件事是主持编纂了日本书记，这本书在他去世的公元720年才完成。苏我入禄在书里被写成了一个意图篡夺皇位的大反派，忠臣连族则被写成了挽救社稷的忠臣。不过现在对于古代史的研究中指出，书中对于苏我父子的恶行描写大量借鉴了史记、论语的修辞格式，属于典型的历史的文学性加工。总之，日本书记的编纂过程极大地破坏了日本古代史的传承。不比等死后，他的4个儿子分别立为世家，也就是藤原氏的南家、北家、世家和金家。4兄弟在9个公卿席位中就占了4个，掌握了朝廷的半壁江山。但是朝廷里并不是没有人看不惯他们，藤原氏也要清理异己。最关键的一场是长屋王之乱。长屋王的父亲是天武天皇的长子高氏皇子，母亲是天智天皇的皇女玉明部皇女。如果圣武天皇出了什么意外，他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有很强的即位资格。729年，2个低级官员跑到朝廷告密，说长屋王私学左道，意图倾覆国家。朝廷当天就派出羽和率领6衙府兵包围了长屋王宅邸，逼迫长屋王和正妻吉备内亲王和4个儿子全部自尽。左道具体是什么没有说，清国具体是怎么清的也没有说，总之就因此把长屋王给清洗掉了。长屋王死后第9年，一场从九州登陆的天然痘疫情席卷平安京。这年4月，藤原房前病逝；7月，藤原麻吕和武志麻吕又病逝；8月初，藤原羽和也咽了气。短短半年时间，藤原氏的4大家族全都没了话事人，平安京上上下下都在传这是长屋王的冤魂回来了。之后的200年间，藤原氏大体维持着最大豪族，但是并非朝中无
嫡的地位。到平安中期为止，总共发生了5次藤原北家主导的在朝中排挤其他贵族的大型行动。到了藤原道长这一代，这个家族已经牢牢把握住了政权，并且把外戚政治这门技术做到了教科书级别，称为摄关政治。摄就是摄政官，官就是官白。顾名思义，藤原摄关政治时代就是由藤原氏的大家长担任这2个权力和辅政层面的最高长官。这倒不是因为藤原氏的实力不能压制天皇，而是权力过大的藤原氏内部也有竞争。对天皇而言，早就变成了依然有空间制衡臣权，只是臣子大多数都是藤原氏而已。藤原道长战胜亲戚们的工具箱其实并不复杂，就是4个女儿，分别嫁给了4位天皇或者皇太子。长女张子嫁给1条天皇，生了后1条天皇；次女延子嫁给了3条天皇；三女微子嫁给了张子生下的那位后1条天皇；四女喜子嫁给了朱雀天皇。虽然道长的时代是众所周知的藤原氏权力巅峰时期，但是其实他的一生中担任摄政官的时间并不长，只有1年左右。他真正的实权来自于一个叫内览的官位，简单来说就是所有呈给天皇的文书他都能先看一眼。听起来只是秉笔大太监或者行政大秘，但是因为他是藤原氏的大家长，大部分朝臣都听他的，所以在这个结构之下，道长的权力其实比天皇更大。藤原道长的晚年过得也并不安稳，他的日记里反复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目眩、心痛、失眠、恐惧被下咒等等。如果只从日记条目的频率来判断，他一生中和被下咒相关条目的数量大概可以作为衡量他有多大权力的反向指标。而那首望月之歌出现在他53岁刚从一场大病中缓过来不久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么高的心气了。所以古来对这首和歌还有另一种解释，是说这首歌的月指的是道长的那几位进宫的女儿，那么满无缺就不是指的道长的权力圆满，而是女儿们都圆满的嫁出去了，表达的是自己的老年嗜赌之情，一种自己就算是死了也能瞑目了的意思。子曰陪臣执国命，3世悉不失矣，意思是一个家臣如果执掌了国政，传3代不失去权力的都很少。孔子说这话的时候是在讲鲁国的3桓之乱，言下之意是下克上的权力维持不长。这句话放在藤原氏身上看似不对，因为藤原氏的臣权传了40几代还在传，但是放在大部分藤原氏权臣的身上却又是真的。比如藤原道长自己是从其他藤原氏支族手里抢来的权力，而道长本人虽然已经是日本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权臣了，但是他这一支的辉煌也就到他的儿子藤原赖通为止。赖通的女儿嫁给了后冷泉天皇，但是没能生下皇子。外戚政治这门手艺最大的弱点就在这里。后3条天皇即位，成为了时隔150年的非藤原氏母亲生下的天皇。他在削弱贵族、削弱地主以及排挤藤原氏这3件事上，都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成功的天皇之一。后3条天皇之后是白河天皇，后3条甚至隔代指定了下一任天皇，以防止白河天皇重新重用藤原氏。后来白河虽然没有听后3条的遗嘱传位给弟弟，但是也没有传位给和藤原氏有关的人。之后白河还提前退位，以上皇的身份继续执掌朝政，这就是院政时代的开始。上皇院政实际上占据了原本藤原氏的政治生态位，藤原氏很难再用老方法成为权臣了，并且源氏和平氏这2个武家也在这个时候冒出了头。这段时间藤原氏依然是摄政官白，但是已经被上皇和武家夹在中间，即使有野心也很难施展了。一般的建主权臣家族到了这一步就差不多该退场了，但是藤原氏又发动了传统异能分家。藤原摄关家从藤原中通这一代开始分裂成5个独立的家族，分别是近卫、9条、阴司、2条和1条，后来合称5摄家。因为镰仓中期藤原氏在公家中再次崛起，日本朝廷又增加了新规，摄政官白只能从这5家出，但是5家轮流坐庄。分家的操作表面上削弱了藤原氏的集中度和权力，曾经一个藤原北家就压在朝廷头上，后来藤原氏需要参与到最高权力的竞争，现在分成了5个分家之后，基本不再能真正作为日本的话事人了。不过也有实际效果，那就是不管哪一代哪一支出了问题，家族整体的延续都不会断，而且5摄家之间会相互过继继承人，这就成了一个结构性冗余的设计。庄子说无用之用，也就是最终保全下来的往往不是最强的，而是最柔软、最能重新组装自己的。在这个角度，藤原氏成功完成了自我进化，后来整整500年，摄政官白几乎都是5摄家的子嗣，唯一一次例外是在1585年，那一年有一个叫丰臣秀吉的不知道是人类还是猴子的生物想要重新搞公武合体，以近卫家养子的身份入仕近卫
卫家，然后他成为了几百年间唯一一个非藤原氏的血脉担任关白的人。明治维新之后，朝廷改制，摄政关白这2个职位被废除，明治政府从欧洲引进了公侯伯子男5等爵位制度，武士家的当主们又都成为了公爵，其中为首的近卫家出过一位大家都听过的人物近卫文墨，他3次阻隔，是昭和前期最具代表性的首相，国家总动员法、大正义战会、日德意3国同盟都是他任内的产物。1945年日本战败时，他被指定为战犯，遂在家中服毒自杀。近卫文墨的长子近卫文龙死在了西伯利亚的战俘营里，其弟近卫宗辉继承近卫家，虽然继续与皇族联姻，但是没能生下家族继承人。后来从细川家过继了近卫文墨的外孙做继承人，他担任了日本红十字会主席。总之到现在武士家还在传承，比如英司家当代家族英司上武，现在是伊势神宫大公司，也还是政治精英阶级。藤原氏的历史很有意思，他们掌实权，他们富可敌国，他们和最高权力中心死死绑定，但是他们就是不走最后那最有象征意义的一步。一说是藤原不比等在制定大宝律令时受到了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又从中国历史吸取教训，故而把天皇设计成不可质疑的象征。如果把这个象征本身摧毁了，国家就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的解体状态。让天皇的存在深入人心，反而有利于政治精英集团的利益和权力延续。这套逻辑后来几乎被日本所有的掌权者都继承了下去。北条义时、足利义满、丰臣秀吉、德川家光，他们的实力都足以取代天皇，但是一个都没有做。做的最激进的也就是德川秀忠搞的近宗并公家诸法度，把天皇家的地位从被供奉者变成了被管理者。结果德川幕府末期也成了日本历代末期博弈中天皇派优势最大的一次。藤原氏的狡猾就在于此，王道是从卖苹果的人手里抢苹果，霸道是从抢苹果的人手里抢苹果，而藤原之道是让所有抢苹果的人都相信天皇家有苹果。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看上去的无私，其实才真正成就私心。此事即无事，正如望月无盈缺，圆满无所憾。望月总比摘月更能让自己长久，把月亮挂在别人头上更能让自己善终。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分享哟。我们下期再见。